好像是变速箱的油吧。哎 ，no no no。No。OK， 出发换车。哇，哎，好久没有启动了。碰到了。哇，真的脏。今天天气稍微好了那么一点，但是我坐不住，没办法，所以现在先把这个车有一些心头的很烦的一些东西就要把它解决掉，要把它解决掉才行。应该今天没有空搞这些包围的东西，但是我至少可以把刹车轮毂换一下，换上新轮毂，看是什么样子。这哪里的油？这好像是变速箱的油吧？应该还混了一点，这啥？这应该不是库仑吧？一步步来解决吧。但问题是，它开起来时候，变速箱上面没有那种很卡卡的感觉。看一下是不是机油的问题，也许是某一个欧环的问题吧。那，哎，感觉机油少了一点，但是也没有少太多。我觉得到时候还是去检查一下那个油的那个味道啊，在地上那个油的味道，尝起来有一种涩涩的感觉，感觉可能是变速箱油还是什么。目前呢设备呢也比较有限，所以将就着先用用吧。为了安全起见呢，我会把这个东西点上。大概先抬一点，然后呢，你不能把它整个都升起来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去用那个 brake bar， 这个玩意叫 brake bar， 去拆它的螺丝。松掉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升起来。像这样，我们就有一个双重的保护，这样即使它掉下来，也会被这个东西支撑住。好
了，能够看到我之前是因为尺寸错误的关系，所以要垫一个10毫米的 spacer 在这里。你说它有用吧，有用；也没用吧，没用。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晃。经过年久失修以后，会发现这里的2个螺丝也不见了。所以呢，还好我买到了。然后 parts number 呢是在这个地方。这就是玩8代的好处，是因为配件特别齐全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卡钳拆下来，这样子的话才能把盘拿下来。看过上一期的朋友就知道，这个盘呢特别陡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换上敏胜的盘。看这个盘，不能再切了，已经换掉。但我在想，这个328和330好像差了多少？试一下吧，先，不然的话我得要下一个桥码。它这个桥码是这样子的头，没有工具，先试一下。Oh fuck！ 没有工具，我只能用手顶一顶活塞啊！哦，拿近点给你们看一下。你知道这里是有活塞的吧？是个活塞，所以呢，它可以稍微进去一点。这边也希望能稍微进去一点。我操！我这估计动了一点点吧。另外一边也是。所以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他进去了，这边小心一点点。憋进去，这边也是一样。我终于怼回去了吧？这活塞能看到，看见没有？还没有损坏卡钳，Good job。平时开车也没有太狠啊，为什么这里会掉一块呢？我现在连卡钳都想，这些东西我都想换掉。那 stop tag 不行啊。OK， 放进去了。喂，完全不卡哦，不用买桥码，那我换桥码干嘛呢？所以330的盘，328×228的桥码 ，ST40可以用，
哦，对了，有的人说这后面这个螺丝啊，它要打透了，但是实际上其实你手紧到不能再紧就可以了。哦，顺便插一句嘴，像 StopTech 呢，它有分上面贴了左和右，但敏胜没有。我们怎么区分于左和右呢？这个是左，所以你就要看这个导风的地方，它是像这样走，看见没有？啊，这边就是左。装久了以后，手就是 torque。大概这里的 torque 我记得应该70磅左右吧，70磅尺。OK， 完美。接下来轮毂，我们新的轮毂，所以可以装下去了。这个呢是我们自己的牌子，叫做 Kamikaze Wheels。这一个数据呢是18×9 ET15，然后是一片单片的锻造，轮毂的材质也是6061 T6，然后包括这里也是6061 T6 做了一个 center cap。我自己那天去13把它装上去过后，做了一个动平衡，然后你能看到我这里做了标记，反面包括盖子也是6061 T6。这里呢，你就能明显的看到18×9 ET15 5-114，然后 max load 呢 loading rate 1654磅，生产日期6061 T6 forged。虽然地上还是有点脏，但是毕竟热爱嘛，用一个比较土的办法。完美，哈哈哈哈！好开心啊，看着这个样子。他说可能觉得这个 camber 啊，要稍微再调一下，毕竟前面是9勾，然后 ET15的这样一个数据。这个螺丝好像应该是被之前风炮打了过后，有一点点那么卡卡的感觉。那还是进得去，好，进去了，过去了，还好。可能用这个再试一下。哎，进去了。等一下啊，1、2、3，这边。其实这一步来说的话，你不需要画一个五角星，但是这就是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，以免你自己忘记。你就记得每次上螺丝的时候，我一般自己会做一下，就是两边五角星。首先先手领五角星，然后再就是打 torque 的时候也是一个五角星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以防自己忘记嘛，对吧？我再摸一下里面的远针啊，这远针啊太远了，这绝对不会蹭到那个叫什么避震的一个那个上面的一个挡板上面，之前有点蹭。就我个人来说的话，我其实上轮毂我不大喜欢用那个滋那个风炮，我总觉得那个会把torque打护。对于轮毂这上面这一个torque的话，我自己画会比较稍微小心一点。你手转到一定程度后，你转不动了，所以就会稍微的呢，用这个 brake bar 稍微带一点点力，以免我等一下降下来打 torque 的时候呢，它会稍微螺丝呢会，你看还有这么多螺丝会移位，就这样稍微带一点点力，这肯定没有过100磅，我就不信我的那个手有这么大的力，能打出100磅来。1、2、
3，等一下。好的，不记得了，没事，检查吧。嘿，1、2、3、4。这个也 OK 了，然后开始降下来，降到我们离地面稍微挨着一点地面，然后稍微有一点点重量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打 torque 了。好，差不多这个时候，你看它动不了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打 torque 了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我扭力扳手，可以看到这边，你要记住。根据你的这个所需的力，我们用的是 pound feet， 所以呢，我这边是用的是100 pound feet，OK。打 torque 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五角星。好，打完过后呢，我们再检查一遍。检查的时候就一个一个沿着它检查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开1个星期过后 ，retorque 一遍就好了。这轮毂这样子的话，我真的觉得挺好看的，但是不知道大家怎么想，你们怎么看呢？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搞另外一边，然后搞完另外一边过后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夏天，我先把前面2个轮子装了，装完过后的话，这样车就可以挪动，我要把那个漏油的问题解决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刚才呢，发现了一个很戏剧性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就是那固定那个刹车线的一根螺丝，我忘记装了。那咋办呢？拆了重来呗，再拆下来，再装上去，再把轮毂再放上去呗。那有时候就是会这样，莫名其妙多一些东西，然后就发现哦，我装掉了一个东西，就只能这样啊。玩车嘛，就是这样嘛，对吧？我都不嫌弃地脏了，还在乎这一点活吗？不在乎，干就完了。螺丝有点细死。螺丝，像刚刚这种情况，就是螺丝有点进不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喷一下 WD-40。但这个 WD-40你记住了，千万不能往这个盘上喷，除非你嫌你自己的命太长，对吧？嫌你自己的八字太硬。至于为什么，对吧？那个留言区的朋友们应该会告诉你们。喷一下这个螺丝就好了。它还是有点进不去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取出来。看到没有？里面锈掉了，看这个里面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要反反复复几次。好，再取出来一下。我感觉这个怎么像在拱牙一样，锈太多。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冬天，就是你玩的车，你就冬天就不要开了。那盐会卡在这个小缝隙里面，你需要这样把它弄出来。毕竟自己的车，我就会很耐心。我再洗一遍用 WD-40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还没有到底，再来。就是很多东西的话，其实你就是需要有耐心去把它一点点的完成。
这里面你看这么多铁屑屑。然后你喷的时候呢，你不要这样对它喷，你就会喷到盘上面去。所以你要拿开，拿到这个地方去把它喷一下。所以就要多往复几次去这样做。再来。OK， 搞定。然后稍微的拿一个东西把这里稍微清理一下，因为你喷完过后，它螺丝上面会有一点残余，以防它会流到盘上面去，这样就会很危险。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一定要注意了。你实在自己不想搞，就是怕这些问题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找一家你认为比较靠谱的店家去帮你完成这个工作。好了，刚刚我已经把活塞顶回去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装上去。一个在这里，垫片；一个在这里。刚刚呢，我就是这颗螺丝，另一边的这颗螺丝我忘记装了，所以现在我把这个装完过后，再去弄那个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以防万一，我先把它装上去。这个地方我也稍微润滑一下，因为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些小铁锈在这里。所以喷完过后，擦一下。搞定。可以看到整一个降下来的样子是这样子，这个齐边的效果。但是呢，我现在要去那边，把我刚才犯的错误，忘记装了螺丝，给它装上去。好了，搞定。OK， 因为呢停太久了，所以呢我还想给它稍微加一点点机油，到下次换油的时候再重新再做一遍。停久了的车一定记得要换机油。基本上你机油的寿命也就半年左右。基本上拆这种机油盖子的话，我会用一个小钳子，然后用这一面将它夹住。第一就是说，如果你太烫的时候，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。第二的话，这样子的话也不会伤到你的手啊。稍微加一个小1升就差不多了。我现在是开出来给大家看看效果。
如果你想看我接下来关于这台 Project FD2 的工作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。